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我是沙野。前一首《荆轲刺秦》，我写的是荆轲到了最该下手的时候，忽然从对方的眼里看见了天下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天下最苦的是连年征战，那么杀掉秦王，真的能让天下更安稳吗？还是只是少了一个秦王，后面又换成更多的人称王，让战火重新再烧一次？所以荆轲刺秦讲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：天下到底该不该被同一个人握在手里？可是今天这首长评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翻过来看。如果前一首看见的是天下，那这一首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代价。天下不是凭空被收起来的，也不是只靠地图、城池、兵马和帝王的意志就能安静的结合在一起。它会经过许多人的家，它会踩碎很多人的饭碗，它会把远方的战场变成某一户人家门前的名册。所以这一次我不讲白起，也不讲赵括，我只想讲一个没有名字的赵国妇人，从天下如何归一到人间如何散落，从将相眼中的长平到妇人门前的长平。只是这座名叫长平的地方，最后真的能换来长久太平吗？长平之战，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过，它是秦赵之间一场极大的决战，也是秦国走向一统之前很沉重的一道血痕。但这次导读不是要完整的讲述战争史，也不是要把秦赵之间的胜败重新铺排一遍，我只想简单的说，长平不是一场普通的边境冲突，它背后有上党，有秦赵两国的角力，有赵国不得不接下的压力，也有秦国一步一步往东推进的势力。史书会记下这些大事，可我这次的作品写的是另一种长平。我想象有一户赵地的普通人家，丈夫先被征召入伍后战死长平，夫人原以为至少还能守着儿子简单的生活下去，可后来连未及丁的儿子也被战争吞没。门内原有的3口人家，到最后只剩下门外的3尺黄土。所以这首长评说到底，不是写战争场面有多壮烈，而是写从一碗出粟到一件血衣，从灶火为红到含灰无声。讲到长平，不能不提上党，因为长平不是某一天秦赵忽然心血来潮打起来的。很多大战在真正开打以前，其实早就在地图上、粮道中、人心里，就一步一步推到无法回头的地方。上党这个地方一直都牵涉到韩秦赵之间的局势，秦国要往东走，韩国首当其冲，而且难以独自防守。上党这块要地就成了一个烫手山芋。赵国看似不费一兵一卒，从韩国手中接下了上党，可接下这片土地的同时，也等于接下了秦国的兵锋。这就是战国的残酷。一块地方可能是国势的缺口，也可能是另一场大战的入口。从朝堂上看，上党是疆域；从地图上看，上党是战略。可从寻常百姓眼里来看，上党可能是某一天村口来了地主，名册翻开，家里就有人要被带走。长平之战在史书里篇幅很重，可落到普通人身上，往往就是一个家庭永远的伤痛。孟子说春秋无义战，他不是简单的说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的，也不是说历史里没有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坏的选择。孟子后面其实还有说，有时候比善于此，也就是说这一方可能比那一方稍微好一点，但他真正要指出的是，诸侯彼此攻伐很难说是真正合乎王道的义战。因为如果站在大历史的史观里来看，秦的统一后来确实结束了长期的分裂，但如果从一户寻常人家的门里往外看，所谓的大事往往就是家里的男丁被带走，灶火不在天柴，桌边少了几张椅子。这就是历史残酷的地方，所以大事可以说是由无数常人无法承受的代价撑起来的。天下可能终究会往一个方向走，可走到那个方向以前，有多少人已经先走进了黄土？所以荆轲刺秦，我写的是荆轲从秦王的眼中看见了天下。到了长平，我想写的是，在天下还没有安定之前，已经有多少人先被埋进了这个代价里。从天下的道理到亲人的眼里，再从史书的一笔到竹简的一页，这中间就是我这次想请大家多听一下的地方。长平还有一个大家会联想到的一句成语，纸上谈兵，但这4个字在当时，我觉得不能只照现代简单的意思来理解。现在大家说纸上谈兵，通常是在负面的指一个人只会空谈，不够务实。可如果把它放回长平，放回赵括身上，这样讲其实不够精准。
因为纸上谈兵本身不一定有错。放到今天的世界，其实很多人，包括我，也都一直在纸上谈兵。大数据分析、兵棋推演、风险模型、商业模拟，甚至现在的 AI 推演，很多决策本来就需要先在纸上、在模型里、在系统中先跑过一遍。不推演反而可能更危险。但真正可怕的不是推演，是推演到最后，忘了纸外是活生生的人。纸上可以画战线、算胜率、推估消耗、设计方略。可是，一旦命令下去，走到战场上的不是线条，也不是数字，是某户人家的丈夫，是某个还没成年的孩子，是某个母亲眼里最后的一点微光。所以我更想把纸上谈兵讲成另一层意识：纸上谈论的是兵，家里失去的是人；模型计算的是代价，人间付出的是生命。照顾的问题未必是不懂兵法，可怕的是他太相信战场可以像纸上一样被推演。太相信兵法可以离开2道士气、地势、时间，还有那些被推出去的人命。这对于今天的人，其实也是个提醒：不是不要推演，而是推演之后，仍要记得，所有的决策最后都会落到人的身上。后世写长评的人很多，其中唐代胡真有一首长评，我觉得很适合拿来放在这里。长平瓦镇武安初，赵族而成谢岭鱼，40万人俱下士，元戎何用读兵书？这首诗的角度很清楚，他是在看用兵之败，也是在看将帅之责，更是在看读兵书到底有没有真正救得了人。这和我们刚刚讨论的纸上谈兵是一体两面的。胡真看长评，看见的是一场用兵之败，而我这首长评是想再往下一层，看见的是一户人家无尽的泪水。所以后世勇士的眼界很大，他能看见40万。可是我这次作品的镜头很小，只看到一户人家从40万人俱下士到一碗粗粟分3口，从元戎何用读兵书到妇人门前3尺黄。这2个角度不是相互否定，而是相互补足。另外，我也想提陈陶《陇西行》里的那句：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归梦里人。”他写的不是长评，可他写到那种战场已死，家中仍等的心情，这和长评妇人的心境是相通的。这就是战争最让人放不下的地方。同一个人在战场上已经结束了，但在家里却还没有正式的永别。所以我在歌里放的那些古句，是用不同时代的战争回声召回长评。汉乐府写的是无杖之师，杜甫写的是白骨无收，苏轼写的是不思量，志难忘。这些句子隔着不同的年代，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件事：有人一旦被战争带走，留下来的人未必能走得出来。讲到这里，我想把长评放到当下来看。我们今天当然不会站在长评的战场上，也不会真的面对秦赵那样的生死大局，可是我们仍然会活在很多的大目标、大计划、大决策里。有时候它叫效率，有时候它叫市场，也有时候它叫不得不如此。这些东西不一定有错，就像天下一统，就像纸上推演。可我觉得读历史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时时提醒自己，在看大目标之余，也要看目标落下以后是谁在承受。做任何的决定，不要把别人当作数字来看。当自己承受代价的时候，也不要太快觉得自己只是被时代丢下的人，因为那些没有名字的人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。他们有过一盏灯，有过一碗饭，还有一个一直等不到消息的人在等待他们回家。长评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在问：后世若问此战价，细数人烟剩几家。这不是要我们永远停在悲伤里，而是提醒我们，真正成熟的历史史观不应着重谁赢谁输，也不该聚焦天下最终归了谁。他还要知道，在通往那个结局之前，有多少家庭先失去了温暖。所以在这一首长评里面，先不要看将帅的功名，我想邀请你先走进这一户人家，尝一碗原本要分成3口的粗粟，穿一件母亲补过的破袄，听一页史书不会记下的哭声，走一段从门内3口的人家到门外3尺的黄土。我是傻眼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长评。扫地横灰埋酒火，晚点残素冷如霜。门开日斜无滤镜，强迎风过不成声。物是人非事实，手语泪先流。轻抚空安灯前作半生，已在途中长。
不见青海头，古来白骨。